大家好，我是猫盾，今天我们来聊最新的吴国 SP 武将陆逊。SP 陆逊的两个羁绊，鲁肃是玩灼烧的，所以是火烧队专用，而凌统则是玩直伤的，蜀国和盾队用的都是凌统陆逊。我们就先来看鲁肃羁绊的陆逊。这次我们换个方式，只按 SP 陆逊的能力去讲，就不一个一个去看技能了。羁绊在开场会给所有敌方添加1层火种，火种是一种会吸收倍率的特殊火烧，并且还会附带受到异常伤害提升 30%， 和对护盾消耗量翻倍的能力，有很强的打盾能力。火种会在每次我方施加灼烧时吸收1半的倍率，然后将其转化成火种自身的灼烧倍率，最高可以累积到造成 500% SP 陆逊攻击力的伤害。火种被引爆时，有 30% 概率不会被消耗掉，升到3火后就有 50% 概率不会被消耗，并且持有火种的敌方还会被降低 100% 暴击伤害。升到5火后，火种能累积的倍率上限会再提升 300%， 并且还会使持有火种的敌方怒气消耗增加500点。羁绊的第二个能力会在前2回合使吴国武将受到的破甲伤害不会超过自身生命上限的 5%， 这是对目前最主流的破甲伤害做出缩写了。而且敌方每次受到灼烧伤害， SP 陆逊都可以恢复30点怒气和1点龙魂值，每回合回怒最多触发5次，回龙魂则只能触发1次。SP 陆逊施加的灼烧是琉璃业火，琉璃业火会造成 60% 攻击力的伤害，还会附带 10% 护盾获取效率降低和 50% 被治愈率降低。虽然伤害并没有提升，但和火种一样附加了很多额外的功能，也再次的加强了打盾的能力。SP 陆逊普攻就可以施加琉璃业火，若目标已经有琉璃业火，还可以对随机目标再追加1次普攻，但追加的普攻无法再触发追击。SP 陆逊的怒攻也会对敌方全体添加1层琉璃业火，若目标已经有琉璃业火，则会额外再添加1层，并引爆目标身上2个灼烧。若怒攻法造成的伤害不超过敌方总血量的 5%， 则会再追击1次怒攻，但追加的怒攻无法再触发追击。另外，当敌方全体被累计施加18次灼烧后， SP 陆逊也会释放1次怒攻，每回合只能触发2次，所以 SP 陆逊也是个多动症的武将。SP 陆逊的龙魂值上限会固定为10点，不会受到其他减少龙魂值上限的技能影响，并且被控制了也可以释放。SP 陆逊需要消耗3点龙魂值才能释放龙魂技，但5火后只要2点就可以释放龙魂技，并且在开场就会获得2点龙魂值。有没有5火将决定你的 SP 陆逊能不能开场就释放龙魂技。SP 陆逊的龙魂技有3个功能，第一个能力会对自身和己方异常状态最多1名武将释放琉璃心斩。琉璃心斩会净化所有来自敌方的异常类状态，净化效果每回合最多触发1次。目前还不清楚它是否能净化衰弱类异常，但猜测应该是可以的。净化效果在火烧版本会变得非常重要，因为它可以一次清除所有异常状态，这应该也是包含灼烧状态在内，这样即可保生存，又可以免除灼烧和其他减役所带来的负面效果。3火后，琉璃心斩会提升目标 20% 最大生命值，若为吴国武将则额外提升 50%， 这会让火烧队至少有2个人可以享受到高生命和高格挡的待遇。5火后，琉璃心斩每回合可以触发2次净化效果。第二个能力只有在首次释放龙魂技才会发动，它会使 SP 陆逊遁入1回合的陷阱，使己方吴国武将获得不灭。陷阱简单来说就是隐匿，无法被选中，也不会受到伤害。如果你的 SP 陆逊有5火，就可以开局进入陷阱，整个回合都不会被添加任何减役状态了。1火后， SP 陆逊施加的所有减役都会升级成为衰弱类，而且在陷阱的状态下，衰弱命中还会额外提升 100%。
这样火烧队就终于也有衰弱类的异常，可以用来触发异火蛇的共鸣技了。异火后也会在开场就给我方吴国武将添加1层不灭，加上首次释放龙魂技的不灭，吴国武将就有2层不灭了。不灭除了可以防斩杀，还会提升 60% 抗破甲率和免疫反弹伤害。不灭在新区开局是比较重要的，因为那时候的 SP 关羽估计应该还是很猛的，很容易就可以触发斩杀。龙魂技的第3个能力要异火后才会启动，会在释放龙魂技后，额外对攻击力最高的敌方武将释放一次烈火袭击，造成 100% 攻击力的伤害，并且还会根据目标身上的灼烧数量，每个提升 20% 伤害系数，最高可提升至 160%。这么一来 ，SP 陆逊的普攻、怒攻和龙魂技就都有各自的追击机制了。3火后，释放烈火袭击会将目标的随机一个灼烧扩散至敌方全体，并引爆敌方全体3个灼烧，每回合最多触发3次。5火后，烈火袭击还会使目标的最终攻击力减半，持续1回合，每回合最多触发1次。它能很大的限制住敌方最高攻的输出。SP 陆逊还有很多可以借灼烧来触发的效果。异火后，在前2回合中，处于灼烧状态的敌方造成的伤害不会超过自身攻击力的 100%， 这是将敌人的攻击倍率限制在了 100%。3火后，敌方每陷入1次灼烧，怒气上限就会降低100点，最多可以降低500点。别忘了 SP 孙策也能降低怒气上限，两人联手后对怒气上限的压制能力是很可怕的。3火被动还会在第2回合及以后，使我方受到伤害时提升 100% 伤害结果减免。5火后，当敌方陷入琉璃业火时，龙魂值与怒气值恢复失效概率还会提升 20%， 最多提升 60%。其实 SP 陆逊最可怕的地方不是它的伤害，而是它的灼烧还能带来各种负面的效果。SP 陆逊也强在他自己可以在第1回合隐身，完全不受这些灼烧所带来的负面效果影响。这也是为何琉璃心斩会在这个版本如此重要的原因，因为它可以瞬间清空所有异常状态，短暂的让我方不受这些负面状态影响。5火还有另一个关键能力，是可以在第2回合以及之后的每回合开始，净化我方所有灼烧类状态，双方每回合最多释放1次。这又是一个战力压制的技能，谁的战力高先触发了，就能在每回合开场都将所有灼烧状态净化掉，对战斗更有利。接着简短的说一说灵统羁绊的能力。灵统陆逊没有火种的能力，有的是最终暴击率和暴击伤害提升，对护盾的消耗也会提升，并且自身会免疫控制，但无法造成破甲伤害。灵统陆逊进入战斗后，就会根据自身的总灭值来获得攻击力提升，最多可提升 150%， 最少可保底获得24万的提升。老区要玩灵统陆逊的，就要大量的去提升灭属性了。至于新区那24万的攻击力应该是很猛的，所以新区玩的应该都是灵统羁绊。若有任意敌方受到致命伤害，灵统陆逊还会额外释放1次龙魂技，这是久违了的灭队的感觉啊！这个应该在新区会比较能感受到。灵统陆逊的普攻、怒攻、龙魂技和异火被动都和鲁肃羁绊的一样，差别只在3火和5火。3火被动会使陆逊对护盾的消耗额外提升 50%， 暴击伤害提升 100%。释放龙魂技后，额外对最高攻释放的烈火袭击，还会额外选择1名目标攻击，并且必定会暴击。3火后，在开场我方其他吴国武将也会根据总灭值获得攻击力加成，但加成的效果只有1级羁绊的程度。很可惜的，这个攻击力加成并没有开放给非吴国的武将，所以就只有陆逊和小乔能享用了。3火陆逊在释放怒攻后会恢复1点龙魂值，每回合最多触发3次。5火陆逊龙魂技必定暴击，且每次释放龙魂技后，我方吴国武将普攻、
怒宫和龙魂继倍率提升5%，最高提升15%，回合结束后就会还原。无火最夸张的效果是，释放龙魂技后，追击的烈火袭击会变成对全体释放，敌方没有一个灼烧，暴击伤害还会额外提高20%，最多可提升80%。简单来说，灵统陆逊就是个高暴击的武将，也因为这个版本只有 SP 陆逊能稳定不受灼烧负面状态影响，所以就只有陆逊能打陆逊了。抽取建议 SP 陆逊3火能用，但关键的强度还是在5火上。火烧虽然强，但需要的配件也多。官方还把新命魂武将和新善灵都放在同一个月里，这些都是你玩火烧需要拉满的东西。平民如果连武红命魂孙权都没有的，就不用想玩火烧了，绝对跟不上的。官方把火烧需要的东西全在1个月内出了，从另一个方向来看，也代表火烧版本很快就会过去，下个月可能就上 SP 蔡文姬了。所以平民还是直接跳过这次所有的火烧版本的东西，然后静待下一个 SP 蔡文姬的版本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